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都那么卖力的跳了，街舞不灵了。电影《热烈》又将记忆牵回了2018年的夏天。那个夏天，因一档这就是街舞的综艺节目，街舞从小众走向潮流，从地下走到地上。如今，随着《热烈》上映，街舞少年们再次走到荧幕前舞动起来。首日票房7554.8万元，黄渤、王一博等知名演员加持，上映3天逆跌，看起来这是一部打破题材限制、即将热烈一下的电影。不过，在《巨齿鲨2孤注一掷》上映后，热烈有些后继乏力。在线票务平台映前预测16亿元至24亿元，如今降到了10亿元左右。近年来，街舞从业者都在朝着出圈努力，或作为舞者走向更大的舞台，或作为机构在更多表演中露脸。从荧屏到荧幕，从培训到上市，街舞一度成为一个等待爆点的产业。实际上，当经历过高光时刻的街舞逐渐回归冷静，资本的进入，市场的迅速扩张，街舞进入了洗牌期。2021年上市的嘻哈第一股普普文化股价大跌，培训机构大量关店，街舞的下半场还能继续热烈吗？热烈的关键词：励志青春。上映15天，票房接近8亿元，豆瓣评分7.2分。热烈截至目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及大家的期待。截至8月11日，猫眼专业版预测总票房9.86亿元，低于在线票务平台之前预测的16亿元至24亿元。7月21日，影评人南如民在其个人微信平台毒奶电影发布文章称，暑期档 C 位的热烈迎来小规模点映。一句话，影片的底线是暑期档冠军，有望拿到哪吒级别的人次。文章同时预测热烈的最终票房将达到58亿元。海报信息显示，南如民也是热烈的策划之一。从2018年这就是街舞等综艺节目让街舞从小众走向潮流，到2020年街舞之一霹雳舞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街舞走上主流舞台。事实上，街舞行业的兴起离不开影视娱乐节目的推动。热烈是以杭州亚运会为背景，霹雳舞为创作题材，由亚组委策划并独家授权拍摄而成的亚运主题电影。影片讲述的是街舞团长丁雷黄博士巧合地邀请青年陈硕王一博士加入他的舞团中。陈硕热烈追梦，期待着上场的机会，却发现丁雷邀请他其实另有目的，而丁雷和陈硕也都面对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小人物追梦励志青春是这部电影的关键词，王一博、街舞是这部电影的卖点。但和其他体育类电影一样，受众有限，破圈是最大的难题。从近年的体育题材电影来看，夺冠票房较高位8.36亿元，中国乒乓超越票房均仅在1亿元左右。制片人陈芷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热烈将不会局限在街舞圈。热烈是一种全新的类型，市场上没有对标。我和大鹏导演合作9年以来，一直在尝试突破和变化。虽然是官方定制片，但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心把它拍成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片。陈芷溪在采访中表示，题材是不是小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是热情，是追逐梦想的合众之力。这样的精神是大众永远都需要的。我们笃信，只要拍出来，就一定会有市场。在豆瓣平台，观众们则有自己的看法。有热烈的热门短评写道，观众很容易将自己对街舞的欣赏等同于对电影本身的喜欢，其实这是综艺就能干到的事情。如果我那么想看街舞，我想我不会走进电影院看这个，市面上的街舞综艺可太多了。还有热门短评表示，
能把老掉牙的故事依托后期制作不那么平白直给，能把国内皆无可达到的极限空间拍出语境凌厉感，这也许就是他们的进步与狂欢。但放眼望去，类型片可丈量的维度与拓展，还不足以匹配线下片方甚至观众给出的声势与自信。街舞一瞬的高光，2018年被认为是街舞元年。随着这就是街舞等综艺节目热播，街舞突破小众文化圈层，走向大众。据中国街舞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仅3个月，全国街舞培训平均涨价30%，明星舞者更是身价暴涨500%，成为小众文化借助网综晋级潮流文化的典型案例。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数据显示，与2018年相比，2019年全国街舞线下培训数量实现178%的增长。此外，嘻哈第一股普普文化也于2021年7月1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开盘直接上涨104%，较发行价$6，上市首日大涨405%。普普文化在招股书中总结出国内嘻哈文化，尤其是街舞产业的5种主要收入来源，即表演策划与运营，包括现场演出、演唱会、音乐节、商业演出、艺人经纪、培训；活动组织与运营，包括赛事、颁奖典礼以及 hip hop 衍生品。其中，街舞培训是最大的收入来源，占2019年街舞市场收入的67.5%。赛事组织运营和演出策划运营分别占街舞市场收入的26.6%和5.1%。作为新兴市场，2019年街舞衍生品市场规模为1.024亿元，占街舞市场总收入的0.9%。和街舞一样，街舞行业似乎也只有一瞬高光。对大多数舞者而言，开一家培训机构是他们的职业终点，但由于监管不到位、专业度不够、盲目扩张，市场乱象频现。火热市场趋于冷静之后，大机构面临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小机构因缺乏专业度受到连锁机构挤压。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累计新注册3.6万家舞蹈培训相关企业，但仅在2019年有所增加，同比增加15.1%至1.33万家。随后，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同比减少1.4%、48.4%、47.2%至1.16万家、6857家、3620家。融资方面，2018年以来，我国舞蹈培训相关品牌产品累计完成35起融资事件，也主要集中2018年和2019年，分别完成10起、13起融资。轮次方面，舞蹈培训相关品牌产品融资集中种子每天10轮，战略融资均完成9起，合计占比超50%，其次是 A 轮融资6起，占比17.1%。此外，记者注意到，普普文化的发行价为$6，目前已跌至$0.34。街舞的故事不灵了，街舞还能继续热烈吗？今年以来，街舞培训机构出现关店潮。此前，被称为全国最大的街舞培训机构嘻哈帮也陷入经营危机。据介绍，北京嘻哈帮街舞成立于2007年。现有在职员工超1200人，旗下分店超100家，累计服务会员超过800万人次。从6月开始，西安、济南接连传出关店潮，众多家长投诉举报。西安一位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西安嘻哈帮全市6家店面关店，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当家长得知消息后再去维权，已经找不到人。维权家长中有的亏损多达15万元，
而陈女士也交了16800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店前的4月22日，西安嘻哈帮在商场举办了一次演出，通过优惠活动招了众多新学员，很多孩子一节课都没上呢。陈女士称，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很多培训机构身上。曾在培训机构担任过校区项目负责人的小山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机构规模越大，拓展越大越危险，只要爆雷就是整层楼崩塌。小山表示，现在的大型培训机构很多看起来运营良好，其实一直在亏损。从经营模式上看，培训机构多是预缴费，每年机构会有自己的业绩目标，在机构刨去运营成本后，剩下的属于盈利。很多机构股东会把这部分收益直接年底分红或者继续开店。总之，这一年赚的钱被拿走了，第2年再用新缴费的学员养之前的学员。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拼命扩张，只要基本盘收益少了，资金链就要崩。据中国舞蹈培训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3年至2030年，观言天下分析师认为，在双减政策实施、国家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资本退出、教培回归教育本质，并不是规模大、有资金的机构就能获得市场青睐。一个舞蹈培训机构能长久的发展，需要一套独特的集管理、招生、教学、服务为一体的教育培训体系去维持。培训之外，据普普文化招股书援引弗罗斯特和沙利文报告，随着中国街舞文化的不断推广，街舞赛事组织运营和演出策划运营市场将快速增长，预计2024年其市场份额将分别提高到 42.4% 和 8.0%。此外，受益于街舞公司的知识产权运营，街舞衍生品市场将快速增长，2024年将占到街舞市场总收入的 1.6%。接下来，街舞能否继续热烈，还要取决于新赛道能否顺利成长。